你知道吗？有些人每天吃得很健康，努力运动，糖化血色素却就是降不下来，卡在危险的9%。朋友们，你是不是也遇过这样的情况呢？3个月前，陈先生走进诊间，整个人沮丧到几乎要放弃。他每天只敢吃半碗白饭，晚餐后还逼自己去公园走路，可是血糖还是高的吓人。我没有急着加药，反而问了他一个看似无关紧要的问题：陈先生，你平常都怎么喝水呢？他愣住了，心里想：哈，血糖高跟喝水有差吗？3个月后，他回诊，糖化血色素从9%直接降到6%，没有挨饿，运动量也没有增加，唯一最大的改变就是喝水的方法。你可能以为喝水很简单，但喝错水却是隐形的杀手。喝对水，它反而是全世界最便宜、最极简的降糖药。今天我不讲复杂的理论，只教你如何在不增加药量的情况下，让血液不再像糖浆一样浓稠。这不是偏方，只是回到人体最基本的生理本能。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宽宽医师的频道，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一直强调极简护肾，护肾并不复杂，我们不需要依赖神奇的产品或繁琐的疗法，只要简单的改变一些生活习惯，就能守护肾脏健康。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，用最简单的方法让肾脏更健康。核心逻辑：你的血液是清流还是糖浆？其实护肾的第一步就是管好血糖。我们回想一下国中理化课的公式：浓度等于溶质除以溶剂。这里的溶质就是你吃进去的糖，而溶剂就是你血管里的水。很多病友每天只盯着盘子里的食物，拼命减少糖分，却完全忽略了水，也就是溶剂。如果身体缺水，血液变少又变浓，就算你今天吃的再清淡，血糖测出来还是会飙高。你要知道，糖尿病的人中风的几率比一般人高2到4倍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血管本来就已经硬化了，如果再加上脱水，血管就像干涸的河流，血液直接塞车。其实我们不需要用什么很昂贵的测试纸，你光用上厕所的尿液就能判断自己是否有缺水。深黄色、乌龙茶色的尿是代表身体在拉警报，血液太浓了。透明浅黄色的尿液，恭喜，这才是水分充足时的尿液颜色。避坑指南，4个喝水地雷。好了，重点来了，你可能会想，那我就多喝水不就好了吗？且慢，在诊间我发现很多人喝水的时机完全错了。这4个地雷，你可能每天都在踩，我们一一来看看。地雷1：餐中大量饮水，边吃饭边猛灌水。很多人以为边吃饭边喝水能够稀释糖分，但其实刚好相反。问题就在于食物变得太好吞了。当你用灌水的方式把饭送进胃里，咀嚼次数会大幅度的减少，大脑来不及接收到饱了的讯号，你就已经吃下过量的淀粉和热量。这就是为什么你的餐后血糖会像云霄飞车飙升一样。建议我们在饭桌上的水只是润润口，一口一口小口的慢慢喝，不要猛灌。地雷2：把运动饮料、果汁、电解质饮当成是水喝。很多人以为这些很健康，我会说这不是补水，而是糖水陷阱。高浓度的糖会产生渗透性利尿，你以为在补水，结果尿的更多，反而越喝越脱水。我们建议，除非长时间剧烈运动，像是跑马拉松，一般喝白开水才是最安全的补水方式。地雷3：暴饮式的补水，一次猛灌1000cc 以上的水。很多人忙到下午才发现自己没有喝水，就拿起大水壶一口气灌完。人体小肠一次吸收水分有限，大约每小时呢只能吸收几百毫升的水。灌水太快，吸收不了，会回堵到我们的胃部，就很容易会造成胃胀不舒服。建议改成分次慢慢喝，每次约300到500毫升，让身体慢慢吸收最理想。地雷4：用茶或咖啡完全取代水。很多人会说，医师，我每天都喝大冰美啊，这不也是水吗？事实上，茶和咖啡有利尿作用，
咖啡因会让你排掉比喝进去更多的水。举例来说，你喝500cc 的咖啡，可能比只有喝水时多尿50到100毫升。所以，如果一整天用茶或咖啡来完全取代白开水，长期下来就容易会真的缺水。建议我们喝完咖啡或茶之后，需要额外补充等量的白开水，才能确保真正补到水。那到底要怎么喝水才真的有效呢？先给大家一个简单的原则：一般健康成人每日建议饮水量是体重每公斤乘以30到40毫升。而需要限水的族群，像是你有水肿或者是心脏衰竭，建议就是前一天尿量加500到700毫升。但我这边要特别强调，陈先生糖化血色素能从9%降到6%，关键不只是喝多少，而是怎么喝水，也就是稳定分次补水。根据国健署建议，成人每天大约喝6到8杯水，每杯约240毫升。重点是分次小口慢慢喝，而不是一次猛灌。很多人跟我抱怨，宽宽医师，我真的不爱喝水，该怎么办呢？来，我帮大家整理一份6个关键时刻的补水清单，大家可以先截图存起来，照着这个节奏做就好。小提醒，这个喝水时间表仅供一般参考。如果你的肾功能不佳、心脏衰竭、水肿或被医师交代要限水，一定要先主动询问你的主治医师。早上7点起床，300毫升的水可以唤醒肠胃，稀释一整晚变浓稠的血液，帮身体开机。早上9点开始工作，喝300毫升的水，可以提升醒脑，启动一天的高效率代谢。11点半午餐前喝300毫升的水，这是我们控糖的关键时刻，可以增加一点饱足感，避免正餐不小心吃过量。下午3点可以喝300毫升的水，赶走昏沉，这时候换成无糖气泡水，还能帮你击退零食的欲望。晚上7点晚餐后喝300毫升的水，饭后30到60分钟可以喝水，帮助消化，缓解油腻感。9点睡前喝150毫升的水，睡前1到2个小时可以小口的润口，预防半夜血液太浓，又能降低血管阻塞的风险。如果我们真的喝不习惯白开水，可以加几片新鲜的柠檬、小黄瓜或薄荷叶，不影响血糖，还能让喝水变成一种享受，而不是交作业。为什么这招这么有效呢？你在餐前先喝水，未必一被撑开，大脑就会接收到半饱的讯号。等一下吃饭，你自然就不会暴饮暴食，血糖也就稳定了。最后，我想送给大家一句话：血糖控制不只是减法，少吃糖，更是加法，加对水。今天我们分享的其实就是把血液这杯浓缩糖浆，透过精准补水，慢慢变回清澈流动的河流，让血管、肾脏、全身都轻松一点。复习一下今天的重点：看颜色，尿液要维持浅黄色最健康，一旦变成深黄色，就是身体在拉警报，提醒你应该要补水了。慢点喝，我们喝水不是填鸭，拒绝猛灌，改用分次小口慢慢喝，身体才吸收得进去，肠胃也更舒服。定时补，不要等到口渴才喝水。当你感受到口渴时，身体往往已经开始缺水了。稳定补水，血糖才会跟着稳定。我想邀请荧幕前的你，不需要等到明天，就从下一餐开始，现在就拿起手机，设定一个饭前30分钟的闹钟，当它响起时，记得去喝水。那一杯水就是你开始守护肾脏、守护健康的第一步。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，感谢大家的观看。如果喜欢我的内容，欢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也别忘了点击说明栏下载护肾手册。我是肾脏科宽宽医师，一起关心你我肾脏的健康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